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OBS。OBS 呢是咱们作为自媒体人，必须要学的一项技能。它有很多功能，包括这个录播和直播，还有一些其他功能。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3个方面来聊。第一个呢，就是 OBS 的一个优势。第二呢，就是 OBS 的一个功能。OBS 到底能做哪些工作？第三呢，就是认识一下这个 OBS 的这个软件。首先呢，我们来先看这个优势。首先呢，第一条呢，就是它是免费的，是不需要掏钱的。第二呢，就是功能强大。虽然国内也有很多这种直播软件，功能也挺丰富，但是我是感觉对了一个简单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我是感觉 OBS 的话要比一些国内的功能要会更完善一些。第三呢，就是它的覆盖面很广，这个的话就不是某个国家在用了，其实全球人都在用这个软件，这是它的优势。第二呢，就是功能的话包括录播，还有直播，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说多音轨输出，还有插件。多音轨输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录播的时候或者直播的时候，要生成一个视频文件。这块主要是指的是录播。录播的话要生成一个视频文件，在这个视频文件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有背景音乐，也有可能是麦里边的声音，还有可能在讲课的时候，还有一些电脑里边，比如说视频的一些声音，有很多声音吧。很多声音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会带来很多困难，因为它这个声音的话已经混合到一块儿，你单独对比如说把人声的声音提高一些，把背景音乐压低一些，这的话一般都做不到了。但是 OBS 的话可以把这个背景音乐还有人声还有电脑里边一些电影的声音分别独立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单独的去调一些声音。另外还有很多种插件，比如说在直播间或者是录播的时候可以放一些这种歌词啦，或者是弹幕啦，一些功能，有很多这种插件，一般用不到。然后关于这个录播的话，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去说了吧，一般都是做一些录一些电脑屏幕啦，也都是可以的，包括单纯的去录摄像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单反相机，然后投影到电脑上边，通过 OBS 进行录播，然后传到网上供大家看，这是这一块。然后直播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直播。这个直播的话，它分了几项，就是手机游戏直播，还有电脑游戏直播、课件直播等等，还有很多。这个的话，我准备了一些图片来去说明。这个直播的话，就是一个游戏直播，是一个电脑游戏直播。当这个观众进直播间了以后，看到的一个页面就是这个。当然的话，肯定会有这个播主会有互动。除了这个游戏声的话，会有这个播主的就是主播的一个人声。这个是电脑游戏。我们再看第二的话也是一个电脑游戏，我也不打游戏，具体这个是什么游戏我也不太清楚。然后但是跟第一个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儿多了一个摄像头的对人的一个录像，这个不是录像，这个是实时的。就是一般我们摄像头去录的时候，一般录的是一个方形的，但是它通过这种绿幕，后边搭有绿幕，然后实时的把这个绿幕给剪掉，然后就只剩下人的轮廓了。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比第一个里边加了一个摄像头的一个投屏。
而这个观众进了这个直播间了以后，看到的就是这个页面。这个是不仅能听到主播的声音，而且可以看到他的本人，就是这个。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对这个单独的一个软件进行捕捉，比如说我这儿捕捉的是一个股票软件，主播的话可以去讲这些股票。如果要是捕捉屏幕的话，可能会有比如说弹的一些广告或者一个其他一些杂项都会出来。但是这个 OBS 的话，可以单独的去捕捉某个软件可以单独捕捉某个软件，这样的话就是其他软件产生的干扰啊，比如说我们中间可以去看看其他的软件，或者看看这个话术是都可以的，不影响这个观众看。观众看到的话还是这个股票软件，就是像别人就是主播切到其他页面的话，它也不会影响。而这个右下角可以添加一个摄像头这个投影，这个摄像头投影的话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刚才那个游戏主播的话搭了一个绿幕，然后是把人像抠了出来，这个没有抠。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也是算是一个对比吧。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是一个课件，就是 PPT 课件 PowerPoint 的课件。这个的话也可以加上个人像，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汇报的时候，或者是做空中课堂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的话也是单独的捕捉的一个窗口，就是 PPT 软件，然后右下角也做了一个摄像头的一个投屏。当然这的话是都可以去掉的，可以单独的去捕捉这个 PPT。 然后再看最后一个，这个的话就是稍微复杂一些，这个是投屏的是一个手机游戏，手机游戏呢就是通过手机投屏到 OBS 里边，然后再通过摄像头对这个主播进行一个投屏，也是投屏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这个直播间的话下边还加了一个底图，就是这一部分加了个底图，然后右下角又加了一个这个图片和文字，这个都是 OBS 的话是都可以做到的，甚至会有更复杂的这种直播间都有。另外的话就是可以去网上找一些这个模板，直播间的模板，可以我们把这个摄像头放到哪儿，然后游戏放到哪儿，然后背景是什么样子，都是模板里边都已经带好了。这个的话后边关于软件认识的时候，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去说一下。然后我们进行第三项，就是认识软件。认识软件的话，我们打开这个 OBS， 这个 OBS 怎么装，我就这一期这个视频我就不详细说了，后边的话我会去录。因为这个 OBS 的话它有录屏的功能，而这次呢我是用另外一个录屏软件，因为我要给大家演示这个 OBS 嘛，可能设置的时候就把这个课就没法，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录的这个课视频就没法录了，所以说我用了另一款录屏软件，所以说在这儿的话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大家去演示这个软件了。关于软件下载的话我就不啰嗦了，后边的话会专门去出一期节目。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软件，这是这个软件的主界面，这个主界面显示的是什么？是什么内容？那么观众看到的就是什么内容。而咱们再看这个右下角的话有这个开始推流和开始录制。开始推流的话就是这个直播间，就是直播一个功能，而这个开始录制的话就是录播的一个功能，录完了以后生成一个本地的一个文件，然后后期用 P2 或者其他软件剪辑一下，然后传到网上大家看。然后关于这个推流的话，就是这个直播的话，我简单点一下可以看一下，点了以后它弹出来一个提醒，就是说这个 URL 或者流密钥缺失，因为这个话有些参数咱们没有设置，咱们打开
看一下啊。推流是指的这个直播间，就是直播的一个设置。这儿设置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看一下啊。然后这儿有个服务，服务的话，比如说 YouTube 啦或者 Facebook 啦，他们都有这个直播功能，直播间的一个功能。而这的话，像我们国内的话，一般用抖音啦或者淘宝啦，这个里边都没有。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选择这个自定义。像自定义的话，会出来两项内容，这两项内容呢是怎么填呢？就是直播间咱们开播的时候，直播间会提供这两项内容，你填进去就可以了。填进去了以后点确定，点确定了以后开始推流，那么这个页面的东西，就会投到这个直播间里边。大家看到的话，就是观众看到的，也就是这个页面。但是关于这个页面应该怎么去修改，这是我关于这个认识软件里边第二个要给大家去讲的。首先呢，第一步要建一个场景，首先第一步呢要建一个场景。我把这个摄像头打开，要不然会产生干扰。首先呢就是建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预设了很多这种场景嘛。关于它的功能的话，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去说。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建一个场景，比如说是抖音的一个什么，我们在这儿可以输上抖音，点确定。抖音的建完了以后，然后在这儿需要添加什么呢？因为这个页面现在这个主界面的话是空的，观众进来了以后看到的也是一个黑屏，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直播间进行一个设置。设置的话就是通过这一项，就是场景设置完了，就是然后再对这个界面一个详细的一个设置。这个添加呢可以添加很多东西，比如说图像啦，图像幻灯片啦，还有这个显示器采集啊。我简单给说一下吧。添加图像，这个功能我需要添加一个，随便找一个图吧。我这儿准备的有现成的图，素材，比如说这个图。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图呢，也就是放到咱们直播间了。当观众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页面。那么下边的话，我需要往下边放一个摄像头，我可以在这儿添加这个视频采集设备，就是指的摄像头的意思。我们点这个，点击完了以后，因为这个摄像头我已经添加过了，如果再填的话，就是要求咱们有2个摄像头，电脑有2个摄像头才可以。而我这儿的话已经用了一个摄像头了，所以说在这儿的话，我就是添加现有的摄像头就可以。点击完了以后，这个摄像头我要是往这个右下角放，首先第一步呢，给它进行一个缩小，大致缩小到跟这个框一样就可以了。但是放上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摄像头把后边的背景压住了。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白色的镂空掉了以后，摄像头放到这儿，这样的话这个轮廓就出来了。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图片它本身这一块就是白色的区域，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摄像头放到这个图片下边，然后把这个摄像头显示出来的话，那需要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剪辑处理。我们需要把这个软件这个白色的部分给抠掉的话，然后把摄像头放进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实现。这个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下，但是这个设置的话，抠图的话，我在后期的去录制吧，因为时间有限，这节课咱们就先不说这么多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上边预设的有，我们简单可以先过一遍，就是这个是全屏摄像头。这样的话我可以
对一个人像的一个捕捉。这是这个全屏摄像头。然后是这个是股票的，这个股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股票的话有两个，一个是对一个软件的捕捉，第二的话就是个对摄像头的捕捉。这个就是摄像头，这个就是股票软件。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移除掉，右击，然后点移除，然后点示，这样的话，这个头像就是这个摄像头就没有了。当观众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股票软件。当然，这个股票软件是实时投屏上去的。这个捕捉的是采取的是一个窗口采集，我们其实也可以再添加一个窗口采集。在这个空白处右击，然后点添加，这儿有这个窗口采集，可以添加。这个是实时投上去的。我可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你看，比如说我现在采集的是这个股票软件。现在这个股票软件的话是这个002182是这个。然后我把这个股票软件打开以后，我对这个股票软件我切一只股，我换了一只股，那这个上边也跟着就动了，也跟着就换了。所以说完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 OBS 关掉，不是关掉，是最小化，然后我单独的把这个股票软件打开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去讲。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这个 OBS 还是在后台运行着呢，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不影响这个观众的观看。虽然你最小化，但是它还在后台在捕捉着，而观众看到的还是这个页面。这是这个。然后再看这个桌面录制。这个桌面录制的，我们在这个里边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面添了两个的这个小元件。第一个就是摄像头，对应的是这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的话，可以进行给它缩大或者放小，放大或者缩小。然后这个又加了一个显示器的采集。这个显示器采集呢，就是它的功能就是把整个屏幕给投到这块区域。那这样的话，就是观众的话，就是直播间的观众就可以看到这一块，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域里边。这块区域其实就是咱们的桌面。虽然我最小化了，对吧？显示出来桌面了，但是的话，这个 OBS 它还在工作，还一直是捕捉的是这个桌面。比如说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OBS 是在这儿呢，对吧？ OBS 是在这儿呢，在这块区域，但是这个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它观众的话看到的还是这块区域。这块区域呢，其实就是咱们的桌面。我们可以去给演示一些，比如说一些软件的安装啦，或者电脑的使用方法啦，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看另外这个的话是我也是设置好了的。这个是视频，是一个课件的一个录制，我这儿已经设置好了。这个呢是视频采集设备，也就是采集的是咱们的摄像头，就是这一块。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窗口采集，这个窗口采集呢，就是采集的是这个 PPT 做好的一个课件，这个课件的话也是实时投上去的。我可以把这个课件切换一下，我把 OBS 放到右侧，这个课件呢放到左侧。然后我现在要对这个课件进行一个去给大家讲这个课件。那么我只要是在课件上做的一些改动，在这个 OBS 上面都会实时的投上去，这是这个课件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我们尽量给它设置成全屏的，然后关于这个场景的话，给这个什么我简单的给说了一下，它这个元件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关于一个场景呢，前边我给大家说了，后边给大家说是什么意思。
对吧？因为我们在切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这个舞台就这个界面一直在换，对吧？这个在换的时候，其实观众跟着也会换，也是这种无缝的切换。当你点的时候，其实观众的话也跟着会变。你比如说我在这儿的话，我要有一个开场的一个说明，我可以在这儿先说完了以后，那么咱们开始讲课。讲课的话，先讲第一节课的话就是讲股票，一点观众的话直接就切到这个界面，他们看不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切换的这个过程。然后再讲着，我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些演示，我可以切到这个场景里面，然后在桌面上操作一些东西，然后还可以接着在讲课这儿，比如说在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趟卫生间啦，或者去喝点水，或者简单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场景，比如说休息，给它起个名儿，休息，点确定。那么这儿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在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文本。文本的话，点确定，添加一个文本，这个的话就是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休息一下，不要走开。这儿呢，我们点确定，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然后把这个给它变小一些，然后放到这儿。比如说我们讲着课，然后讲累了，对吧？讲累了，然后点一下这个休息，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水啦，或者是上厕所啦，是都可以的。那这样的话，观众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界面。这是大概的一个 OBS 的一个功能。然后我看还有一点时间吧，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抠像的事儿。因为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模板直播间的模板，我们可以去网上去找去，会有很多。然后这个用起来的话也是比较好用。比如说我从网上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但是这个我要压下去怎么压呢？我需要给它抠下来。把这个白色的抠下来，让它镂空了以后，我把摄像头放到下边，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吧。首先我把这个图片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这是刚才那个图片，然后我们放到图片处理软件里边。然后这就是这个图片，现在我们要把中间这个白色的区域给它镂空。那么我们简单的处理一下。关于这个软件的用法呢，我先不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了，后期我也会录专门的课程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间呢就已经镂空了。镂空了的话，我需要给它保存一下。在保存的时候不能保存这种 GPG 格式的。GPG 格式的话，保存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不能编辑，没有这个镂空的这个属性，就不存在了。然后我们需要保存成 PNG 格式的，我们需要保存这种 PNG 格式，然后给它放到这个素材里面。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这个名字单，然后再点保存。点保存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两个图片虽然看的是一样，但是它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不能编辑的，是这个 119K， 而这个的话就已经达到2兆。为什么它会比它一样的内容，为什么它会比它大很多呢？就是 PNG 比 GPG 格式要大很多呢？因为它里边这个 PNG 格式里边，它储存了一些信息，就是哪些东西
是镂空的。当然的话，就是这个 PNG 的话，不只是包含这些信息，就是所有的编辑信息都会在里面。不过刚才我们只是镂空处理了一下，如果还有其他的编辑项的话，它也会储存进去，所以说它这个会大很多。那么我们接着再回到这个 OBS， 那这个图片呢，我肯定要给它换掉的，因为这个图片的话是没有镂空的。然后想给它换的话，就是在这儿这个图像这儿，然后点右击，然后点属性，然后在这个页面呢点浏览。浏览以后，我们选这个 PNG 格式的，然后点打开，然后再点确定。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PNG 的格式就导入我们的这个舞台了。然后我需要把这个摄像头给它放到下面，我们简单的给它排一下顺序，就是这个话是摄像头，摄像头要放到图像的下侧。那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效果就出来了？这样的话，这个轮廓就出来了。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它挪一下。把人像放到正中央，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镂空的部分，这个的话可以放我们的游戏啦，或者视频啦，或者课件啊，是都可以放的。在这儿呢，我们添加一下吧，添加一个视频吧，大家看一下效果。然后还是在空白处添加，右击添加，然后添加媒体源。我这儿要给大家加的是一个视频，然后点确定。点确定的话，然后我们需要浏览一个本地的文件，然后点确定。我点这个视频，我事前准备好的视频，然后点确定，然后这个视频呢就算放进来了，但是这个视频呢要放到这个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序。这样的话大家再看一下，我先选中这个视频的话给它变小一些吧，因为视频比较大。我们在移动这个素材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它选中，要不然会选错的。啊，媒体源接着往右拉。这个视频呢是我在国内做的一个美食的一个自媒体号，这是我和我朋友，他做饭还可以，然后他是主要是他来出镜，我来拍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右侧的话是镂空的摄像头，然后这个主界面呢就是加了一个视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比较不错的。说到这儿呢，基本上这个 OBS 的初步的一个认识就算也只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后边的话我会录制一些如何下载，还有软件怎么使用。关于软件的使用方法，我后期会给大家去出，感兴趣的呢可以订阅、点赞并转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